乌克兰和欧洲只能选一个，美国要帮谁呢？泽连斯基开口就要1万亿美元，拜登改主意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中恒 Talk。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俄乌冲突结束开始倒计时了吗？眼下乌克兰已经进入严冬了，由于俄军持续对乌克兰全境能源基建的打击还没有停，导致乌克兰多座城市频繁出现断水、断电以及供暖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泽连斯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仅前线乌军反击俄军越发呈现出疲软的态势，而且数百万乌克兰民众如何能够熬过这个冬天，时刻困扰着基辅当局。可以说，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泽连斯基真正走到了一个难以跨过去的坎儿。而如何带领乌克兰跨过这个坎儿，将决定这场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近日，泽连斯基表示，重建乌克兰花费将需要1万亿美元，基辅正在计划启动赞助系统，以便让西方国家参与到这一进程，使乌克兰部分州和城市接受西方的支援。分析看来，泽连斯基大概率认为，只有重建乌克兰才可能走出眼下的困境，而且他把希望寄托在了美西方国家的身上，开始向他们讨要重建乌克兰的资金，而且一开口就是1万亿美元。说实话，泽连斯基为了一张美国承诺乌克兰能够加入北约的空头支票，就替美国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导致乌克兰民众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到了这个时候，泽连斯基居然还把乌克兰能否度过危机坎儿、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美西方国家身上，要么就是他过于天真，要么就是他已经被这些美西方国家给忽悠傻了。要知道，眼下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面临着经济问题的困扰，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泽连斯基居然还指望美西方能够提供1万亿美元，帮助乌克兰能够度过眼下的难关，这不就是痴人说梦吗？而就在同一时期马克龙为了解决法国和欧洲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经济困境，访问了美国，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暂停实施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停止在经贸领域挤压法国和欧盟。有意思的是，在马克龙会晤拜登之后，拜登就突然在俄乌问题上改口了，首次释放出愿意和普京进行会谈的信号。综合上述消息来看，马克龙这边找上美国，迫使美国不要为一己私利损害法国以及欧洲的经济，而那一边呢，泽连斯基开口就是要上万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可以说，马克龙和泽连斯基这一前一后，着实让拜登陷入了两难境地。毕竟美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也很严重，别说两个都帮，哪怕是在欧洲和乌克兰之间选择帮一个，美国都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可能比起帮助欧洲选择帮助乌克兰的难度会更大些。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只好放弃乌克兰了呢？目前拜登已经表示可能重新考虑通胀削减法案的问题，所以拜登在与马克龙进行会晤之后，他就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之前非常抗拒和普京谈判，到现在变成愿意和普京会谈了。也许从拜登这番表态可以看出俄乌冲突大概率要开始进行倒计时了，也就是俄乌冲突恐怕就要迎来结束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